10种腌酸菜的致癌黑名单。你以为是家的味道，实则每一口都是在玩命。第一种，几乎家家户户的爷爷奶奶都在腌。我们迷恋那一口酸爽开胃的家乡味道，将它视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灵魂。我们以为吃下去的是承载着亲情与记忆的家的味道，却常常忽略了这陶土罐背后一个正在悄然生成的致癌物质军团。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揭秘10种正在让你玩命的腌菜黑名单。第10名，腌制时间过短的跳水泡菜。很多家庭做泡菜只腌个1、2天，看到菜叶子变色了就捞出来吃，美其名曰跳水泡菜，以为这样最新鲜。听好了，这是在和亚硝酸盐激情拥抱。科学测定表明，腌菜在开始腌制的第2天到第8天是亚硝酸盐含量达到峰值的死亡高峰期，此时的亚硝酸盐含量最高，毒性最强。真正的安全做法是，要么只吃腌制几小时的凉拌菜，要么就耐心等待20天以上，让亚硝酸盐被乳酸菌等有益菌分解，含量降到安全水平后再吃。第9名，用普通食盐腌菜。很多家庭腌菜就用厨房里炒菜的普通含碘盐，小心，碘可能会成为催化剂。虽然目前没有强证据表明碘会直接增加致癌风险，但一些研究指出，碘盐中的碘添加剂碘酸钾在酸性发酵环境中可能会促进亚硝酸盐的生成。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腌了一辈子菜的老师傅都坚持要用不含碘的粗盐，不仅腌出来的菜更脆，更不容易腐败，而且更安全。第8名，腌制时不放维生素 C。 我们知道亚硝酸盐很可怕，但它有一个克星维生素 C。 维生素 C 是一种强还原剂，可以有效阻断硝酸盐向亚硝酸盐的转化过程。很多专业的腌菜工厂都会添加维生素 C 作为合法的护色剂和阻断剂。我们在家腌菜完全可以借鉴，在腌菜的时候按500克菜扔进去1、2片碾碎的维生素 C 片，或者加入一些富含维 C 的天然食材，比如辣椒、柠檬，甚至几瓣大蒜，都能起到抑制亚硝酸盐生成的好作用。第7名，腌制多汁的嫩蔬菜。并非所有蔬菜都适合长时间腌制，特别是芹菜、菠菜、白菜这类汁多液嫩的蔬菜，它们本身含有的硝酸盐就比较高，而且娇嫩的结构更容易被细菌分解。用它们来做长期腌菜，最终成品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往往会比用萝卜、芥菜等更结实的蔬菜要高出很多。所以这类蔬菜更适合短时间凉拌或快炒，而不是作为长期腌制的主角。第6名，腌菜缸不密封。你家的腌菜坛子是不是就用一个盖子随便盖上？这是在主动邀请杂菌来开派对。制作安全的腌菜，核心是利用乳酸菌这种厌氧菌来发酵，而空气中充满了各种会让菜腐败并大量产生亚硝酸盐的需氧杂菌。所以一个合格的腌菜坛必须要有坛盐水封，通过在坛盐加水就能完美的隔绝外部空气，为乳酸菌创造一个无氧的理想的工作环境，同时还能让内部发酵产生的气体排出去。没有水封，你的腌菜就不是在发酵，而是在腐烂。第5名，腌制咸鱼等蛋白质类食品。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将中式咸鱼列为1级致癌物，和烟草、槟榔同级。为什么？因为传统中式咸鱼往往采用强烈的盐腌加长时间风干，在这个过程中，鱼体中的蛋白质分解产生胺类物质，与腌制中的亚硝酸盐结合，就会形成强致癌物亚硝胺。而意大利的帕尔马火腿虽然同样是腌制肉类，但它采用的是干腌加控制温湿度的工艺，亚硝胺生成量极低，所以你以为的下饭神器其实是一块癌症腊肉。第4名，腌制已经腐烂不新鲜的蔬菜。把快要腐烂的蔬菜拿去腌制，这个看似节俭的行为实则是在主动投毒。不新鲜甚至已开始腐烂的蔬菜本身就已被大量杂菌污染，其亚硝酸盐含量已经站在一个很高的起跑线上，你再将其腌制，只会让这些有害菌和毒素在盐水中野蛮生长。记住，腌菜的黄金法则，必须且只能使用最新鲜、最干净、最完好的蔬菜。第3名，反复使用老的腌菜汁。一缸老卤水，一坛老菜汁，越用越香，舍不得换。香味的背后是毒素的层层叠加。每一次腌制，蔬菜中的亚硝酸盐都会部分溶解进汤汁。你若反复使用这锅老汤，就等于是在用一锅亚硝酸盐浓度越来越高的毒汤去腌制新的蔬菜。同时，反复的操作还会不断带入新的杂菌，进一步加速腐败。第2名，腌制发霉的粮食。很多家庭，特别是农村地区，看到一些花生、玉米、
豆子因为储存不当，有点发霉了，舍不得扔，就想着用盐腌起来杀菌，做成咸菜吃。这是无知者无畏的典范。黄曲霉菌，这种在发霉的谷物和坚果上极易滋生的霉菌，会产生地球上最强的化学致癌物之一——黄曲霉毒素。它的毒性是砒霜的68倍。更可怕的是，它极耐高温，盐根本杀不死它，日常烹饪也无法破坏。把发霉的粮食做成腌菜，等于是在亲手制作一罐浓缩致癌酱。第一名，只放少量盐，腌制时间短的爆腌菜，它完美的制造了亚硝酸盐生成的最佳温床，同时也触犯了安全腌菜的2大核心禁忌：盐不够，时间也不对。足够多的盐，通常盐浓度要达到10%以上，才能起到抑制杂菌生长，并逼出蔬菜水分的作用。如果盐放得太少，不仅抑菌效果差，蔬菜渗水也慢，这就为各种不请自来的杂菌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潮湿的繁殖环境。这些杂菌一旦开始繁殖，就会疯狂地将蔬菜中的硝酸盐还原成剧毒的亚硝酸盐，而这个过程的巅峰期，恰恰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第2天到第8天。好了，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能为你和家人的健康加上一把坚固的锁，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并分享给你所有关心的人，特别是我们亲爱的长辈们。感谢您的收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